的天空渐渐的，想你的阳光软软的，想你的云朵是粉色的，咬一口甜甜的。爱上你就像蜜糖遇上阳光，融化弥漫，再冷的冬天也会感到温暖。爱上你从今天起都只想要你陪伴，甜蜜的小心机都被你看穿，怎么办？大人，雷捕头回来了。放开我！我要飞天！我要起飞！老大，雷捕头跟发了疯似的，绕着金珠城跑了一圈，半点疲惫都没有。后来他又说宫姑娘喜欢醉仙楼，要把醉仙楼搬到府衙来，这不就把醉仙楼牌匾搬回来了。我要起飞！他要搬你们就让他搬啊！不是我。爷爷，你来了！放开我！我要去醉仙楼，把他们家厨子给你背过来！看什么看？把人给我抬走！是。林大人，先走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孙府的锦鲤之所以纷纷跃出水面暴毙而亡，也是因为中了五色散，所以鱼骨才会成黑紫之色。我本想用真蛊之法验证毒物，不想被那蠢材当了试验品。所以雷捕头中的是五色散之毒。不错，五色散会麻痹人的神经，不仅会让人异常兴奋，还会使人产生幻觉。我怀疑孙仁也是中了五色散之毒。如此说来，孙仁之所以看到江梦鱼城里登仙，也是幻觉。五色散的毒，于人而言不能致死，也许是凶手先给孙仁下了毒，而后把五色散鱼下的毒投入了鱼池，销毁证据。但五色散毒对鱼而言的确是剧毒，所以鱼池中才会出现鲤鱼跃出暴毙的异象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假象。茵茵，雷捕头他没事吧？你要不要请于大夫来看看？不用了，我会亲自治好他的病。慢点儿，这么高兴？那是自然。鲤鱼化仙是假，鲤鱼池的异象也找到原因了，离真相越来越近了，我能不高兴吗？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我早说过，这次的案件古怪，再者，凶手的杀人动机也未可知，这以后的事儿啊，才更难办。依我看，没什么事情能难倒林大人吧？依我看，你这拍马屁的功夫倒是越发熟练了。我去看看傅文渊，他一个人容易胡思乱想。不行，我一个人在府里的时候，也容易胡思乱想。林清秋，你最近越发不对劲了。那你觉得哪里不对劲了？变得和以前一样幼稚。哼。
这做的也太好看了，下次我好好教你。雷雨好些了吗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还死不了。我觉得他的好日子也不长了。对了，你呢？难得见你下一次厨房，把一个地瓜能做出这么多花样，居然是为了傅文渊。傅文渊最爱吃地瓜，我就做一些给他送到牢里，怕他在牢里吃不惯。好怀念以前啊！现在我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他能赶紧被放出来。那，你知道他对你的心思了？知道了。那，你想答应他吗？不，这不可能。他对我而言只是好朋友，哦不，好兄弟。只是现在他身负冤案，经不起双重打击。待他洗清嫌疑出狱，我自会向他将一切都解释清楚。哎呀，看来我表哥得努力了，早将傅文渊救出一日，你就早一日拒绝傅文渊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心思玩地瓜，你真是不怕死啊！哟，好大的醋味啊！我当然怕死了，怕我死后啊，鹿儿为我伤心难过。你有吗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你死定了。究竟是何人设计陷害我？这就要问问你自己，到底得罪过何人？我得罪的人多了去了，要说是最恨我的嘛，本官要你死，还不必这般费劲。孙秦九已经将折子递上了州府，2日之后，你是安然归家，还是人头落地，这本官就不敢保证了。林清秋，如果我难逃一死，我只求你将鹿儿与我撇清关系，护他周全。那是自然，本官自会护鹿儿周全。还有，你千万不要再招惹他了。虽然鹿儿平日里大大咧咧，但是你们2人之间的事情一直都是他的一个心结，跟你在一起只会让他伤心。照你的意思是，你就算死了，也不会让鹿儿和我在一起？你也可以这么理解，这1年来他好不容易走出来了，你不要再让他伤心了。鹿儿这1年多来受的所有委屈，我会用一生来弥补他。所以，你的这个意愿，本官怕是不能答应了。你。我已命人去找小玉，现在只有他能证明你的清白。你捂什么啊？见惯了尸体，你这副皮囊也没什么好看的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中了五色散的毒，我得用药浴帮你把毒素蒸出来。哼，不想死就给我好好待着。原来如此。
不过这毒让我中的不痛不痒，我还做了个美梦。梦到什么了？说啊，梦到什么了？梦见了我把醉仙楼的牌匾颁给了你，还梦见了我亲了你一下。好啊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好你个雷雨，敢一降本姑娘！雷雨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别打我呀！不是，我不是故意。趁财！大人，我家小姐送亲路中遇到了山匪，是傅公子救了小姐。小姐为了报答傅公子，便将白玉玉佩送给了他，并非坊间传闻的定情信物。小玉所说，句句属实。成亲当晚，你一直陪在江小姐身边，可曾察觉到有什么异样吗？喜宴一切如常，但是入洞房之后，小姐突然叫我找姑爷来。可曾说过是为何吗？多谢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是。孙老爷，您怎么来了？陆姑娘，我今日来是找林大人拿回我儿媳的遗物。那个白玉玉佩？啊，正是。眼下凶手已经归案，此物也该物归原主了。即使是物归原主，也应该还给江家才是啊。你懂什么？出嫁从夫，既然嫁到我们孙家，带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们孙家的。江姑娘还没下葬，且真凶尚未落网，孙老爷倒是着急起江家的嫁妆了。请陆姑娘海涵，我只是心疼我儿，思念亡妻成疾，想取回白玉玉佩，让她睹物思人。可是我们昨天才见了孙仁，他怎么没来向我们索要？不对，江梦鱼的尸体刚被找到，孙老爷就叫林大人赶紧杀了傅文渊，现在又来寻江姑娘的遗物，孙公子都没有出面，您这个当公公的倒是鞍前马后，着急得很啊。莫非这其中是有什么隐情？胡说！我跟你说不着，我去找林大人。哎，这是证物，林大人是不会给你的。无论如何，傅文渊杀害我儿媳一事板上钉钉。我拿回儿媳的遗物，乃是天经地义。那块玉佩，你们早晚得还给我。哼！洛儿，你方才去哪儿了？正乌寺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且慢，先让我猜猜，我们想的是否一致？孙清九有鬼。你方才去正乌寺，就是为了去找他？没错。孙秦九着急处死傅文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可疑。
如今又急不可耐的来要嫁妆，我怀疑他就是冲着这枚玉佩来的。江梦鱼的丫鬟小玉证实了两人并无私情，而孙琴九用通过这白玉玉佩一口咬定二人必有私情。回想当初，也是他强塞给了傅文渊一个合理的杀人动机。对了，方才我正要去政务司，没想到你把他带来了。我们还真是越来越有默契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把玉佩给我。说清楚嘛。怎么样？此玉来历不浅，曾是西域楼兰古国的国宝。楼兰古国？此玉为双鱼玉佩，一墨一白。白玉取自天山雪域，而墨玉取自龙穴地卵。多年前，西域楼兰为与我国交好，曾将其中的墨玉玉佩献给我朝，而先帝又将其赐给季太师。季太师是谁？一个落马的大贪官。那这枚玉佩一定很值钱。何止是值钱，简直是无价之宝。传闻中，只要双玉合并，便能找到传说中的绝世宝藏。若是得到宝藏，或许可以改变天下诸国的局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了，还有一事蹊跷。小玉方才说过，在喜宴当晚，江梦鱼曾多次催促他，将尚在喜宴中宴客的孙仁叫回去。江梦鱼为何要这么做？当晚，他一定是知道了什么。看来，我们有必要去孙府一趟了。这房间里的陈设我一直都没有动过。这里是梦鱼的嫁妆。不知孙公子可否认得此物？不过，我爹倒是有一个墨色的，和这个很像。我家娘子的东西都在这里了，二位请自便。这是李成特有的双面镜，有正反两面呢。南一先生还真是见多识广啊。我去过李成，这个双面镜当朝的皇后娘娘都在用呢。青铜淬火，粉玄锡，磨白腻，工艺甚是巧妙。尤其是这个双面设计，你看，按下这个铜扣就能翻一面呢。你看。孙琴九已报寿，孙琴九果然与江梦鱼的死脱不了干系。干什么？儿媳啊，既然都嫁过来了，将玉佩交与我吧。
才不是说过了吗？玉佩不在我身上。少跟我装糊涂！快把白玉玉佩交出来！玉佩真的不在我身上。快交出来！打死！交出来！快把玉佩救出来！打死你！交不交？交不交？快给我交出来！交不交？交不交？交不交？玉佩真的不在我身上。交不交？交不交？交不交？江梦鱼留下这个线索，应该就是想告诉孙仁这个秘密。可是，包胜不是茶馆老板吗？怎么和孙琴九关系如此密切？包胜一案尚有诸多疑点，到底是何人多此一举，将包胜塞进棺材，再嫁祸于你，还未可知。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找到孙琴九。就此挣脱，双手不再紧握，就算重返寂寞，不像是爱过。记忆不再更新，停止你的消息，选择忘记，全是故意。试过接受蹉跎，假装比你洒脱，干脆闭上眼睛，不看那个我，直到快分不清，爱你是真是戏，骗过了时间，骗不过自己。我想我会明白，不会再去依赖，只能在记忆里去画爱我的一个你。这离别太儿戏，道别的每一句，对爱懦弱的那个人不是我，是你。接受蹉跎，假装比你洒脱，干脆闭上眼睛，不看那个我，直到快分不清，爱你是真是戏，骗过了时间，骗不过自己。我想我会明白，再去依赖，只能在记忆里去画爱我的一个你。触不到你的爱，该来的都未来，这结局比真相难猜，难猜。会明白，不会再去依赖，只能在记忆里去画爱我的一个你。这离别太儿戏，